馬球場上，陸航單膝下跪，讓我踩着他上馬，可不知道從哪衝出來個姑娘，一把將我推倒。我不许你這麼侮辱他！他眼淚汪汪地扶起陸航，卻遭到了陸航厲聲訓斥。她是公主，你怎麼能以下犯上？他尊卑不分，無理至極。就算她是公主又能怎麼樣？我就是見不得你受委屈，卻處處維護陸航，引得陸航失笑。陸航為他擦掉眼淚，對我無奈道：“梅兒不懂規矩，公主莫要跟她一般見識。”見那姑娘還在哭，陸航輕聲哄她：“好了，我以後不讓她踩就是了。”當柳眉跳出來的那一刻，我腦子裡閃過許多念頭：搞暗殺的刺客，報仇的殺手，或者是家族的死士。偏偏没有料到，居然是她青梅竹馬的表妹。整个馬球場上都回盪着柳眉的哭聲，她死死揪住陸航的衣袖，像你這般神仙樣的人物，怎能幹這種事？我回去求姑媽，讓她幫你把婚退了。別鬧！我跟公主是皇上賜婚，哪能輕易就退婚？聽完這話，柳眉哭得更兇了。我不聽，總之你不能再替他幹這種事。看柳眉哭成了個淚人，陸航慌裡慌張地保證：“我以後不讓他踩就是了。”這話一說出，柳眉破涕為笑，陸航也跟着笑起來。看着他們發笑，我也跟着笑了。聽到我的笑聲，陸航猛然回頭，尷尬地咳嗽。他仿佛才記起這可是皇家馬球場，而我堂堂公主還被推摔在地。他本能地想要拉我，卻在撞見柳眉眼神時縮回了手。梅兒年紀小，不懂事兒，還請殿下不要跟他多做計較。臣回去肯定重重的罰他。我死盯着他的臉。我爹靠仁愛理天下，動名門，敬文官，愛百姓如親子。陸家是名門老大，這個陸家大少爺一直很受我父皇的偏愛。如果是我父皇被頂撞，沒準真會輕描淡寫放過。可我完全不同，我絕不是任人拿捏的軟柿子。我拔出腰間的皮鞭，狠狠抽在陸航的臉上。哼！皮鞭的聲響清脆無比。陸航還維持着剛才低頭的動作，那張帥氣的臉上立刻浮現一條紅印。柳眉哆嗦着指向陸航的臉：“表哥，你的臉！”陸航的眼角直抽抽，他慢慢抬起手，指尖上沾染一絲血跡。陸航痛哼一聲，捂住臉。我拍打掉身上的灰塵，站起來。京城頭號大少也就這樣。看陸航的臉被我抽成這樣，柳眉撲上來想搶我的皮鞭。就因為陸哥哥沒拉你，你就抽他？你憑什麼抽他？我比柳眉高得多，他剛才會推倒我，純粹是因為我毫無防備。可現在就完全不同了。我猛推開他，柳眉狠狠摔倒在地，這副慘狀比剛才的我難看多了。可他還沒完沒了，他指着我，氣急敗壞的大罵：“就算你是公主又能如何？要不是你跟陸哥哥訂了親，你連京城都回不來。你這個公主的待遇還不如……大膽，竟敢對皇室無禮！”我背後的丫鬟打斷了他的話。我掃了眼拼命衝柳眉遞眼色的丫鬟。我被柳眉推倒時，她一言不發。柳眉撲上來搶我皮鞭時，她也沒吭聲。眼看柳眉要講出大逆不道的話時，她懂得攔着了。太遲了，我這個公主哪怕再不受人待見，那也是皇家正通嫡公主。以下犯上，辱罵皇室。柳眉，你說本公主該怎麼辦呢？瞅着我手裡閃着寒光的皮鞭，她控制不住往後退。你不能碰我！旁邊被打傻的陸航緩過勁，他護在柳眉前面，單膝跪下。殿下，梅兒歲數還小，說話不顧忌，還請殿下看在柳家滿門忠順的份上放過她。我挑起眉，這是打算用柳家來壓我了。柳家是帶兵的家族，大少爺和二少爺全在邊關守衛。我父皇特別器重他們，可是我父皇器重跟我有何相干？殿下，梅兒也是襄王的表妹啊！聽到襄王倆字，我停住了步子，險些忘了。我那個假哥哥的生母也是姓柳的。我父皇兒女很少，除我以外只有一個後媽生下的妹妹。後宮以前有過幾個皇子，可都沒活過5歲就死掉了。在官員的提議下，父皇早早收養了宗室兒，當成太子來栽培。在大眾眼裡，襄王當皇帝已經是鐵板釘釘，因此他雖非父皇親生的，但地位卻比我這個受冷落的公主要高得多。這回叫我回來，就是因為父皇身子骨不太行了，沒多少日子。他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襄王上台，我這個可就分文不值了。他在威脅我。我跟他雖然訂婚，但講到底，
也就只見過幾面。他不明白，我這人最不怕的就是威脅。皇家馬球場極大，看台上那幫太太少爺小姐們花了一炷香的功夫才跑過来，領頭的就是我那位假哥哥跟我的好妹妹。梅兒，你怎麼了？江凌月吃驚地瞅着瘫坐在地上的柳梅，她叫丫鬟去搀她，但在瞧見柳梅臉上的淚水時，嚇了一大跳。梅兒，你呀……江凌月被嚇得连話都講不利索。我這個妹妹跟我不同，她從小尊星捧月般長大，不管是父皇還是皇後，都給了她最頂級的寵溺，養得她天真浪漫，不懂人情世故。姐姐，是你干的！梅兒犯了什麼事要讓你如此去懲罰？我從竹椅上站起來，把擦乾淨的皮鞭別回腰上。妹妹，話可不能胡說。伴隨我站起，竹椅後那倆被按住的家伙暴露在大家面前。這群來看稀奇的少爺小姐全都不禁叫出聲。江凌月瞪圓雙眼，難以置信地看着地上的人。陆航，江晚堂，你疯了！你居然……哼！柳小姐相中本公主的皮鞭，為了成全她，本公主就展示了2下。說到陸公子嘛，他忽然拔下簪子想捅公主丫鬟，幸虧讓本公主擋了下來。妹妹，你長期待在京城知道的廣，這陸公子是不是患有什麼瘋病啊？你才得瘋病！也不曉得父皇跟那女人咋教育的，簡直粗鄙，比我這個發配外地10年的還要粗。江凌月讓丫鬟扶起柳梅，還愣着幹什麼？還不快把她扶起來！你等着，我要報告父皇，讓父皇治你的罪！我长叹一聲，10年沒見，我這妹妹依舊是這種套路，動不動就報告父皇。我多吃一口飯，她要報告；我少寫一篇字，她也要報告。我沒跪夠8個鐘頭，她還要報告，咋就這麼喜歡告狀呢？何苦去煩父皇？始終沒吱聲的姜子昂攔住江凌月，他皮笑肉不笑的那雙陰森的雙眼死死盯着我。江晚堂，你大庭廣眾傷人。姜子昂袖口上的金毛伴隨他的舉動閃閃發光，看這副神態還真是有些天子氣派。畢竟蛇就是蛇，再裝也變不成龍，忍不住笑。你有何種底氣定本公主的罪？姜子昂神色大變，那種从容淡定全然消失。我這句嘲諷好似将他拽回了10年前他剛被抱養給皇上的時光。當年的姜子昂可沒有如今老練，猖狂、驕傲、霸道。入宮頭一天，他就霸占我的臥房。當時後宮早就是柳家做主，我在宮中的生活非常淒慘，除開這間臥房還算是皇家標準，其餘的待遇居然連丫鬟都比不上。那間臥房算是我最後的臉面。姜子昂偏想把我的臉面踩碎。行吧，臉面也換不來幾兩銀，我認了。但人善被人欺呀，他看我好拿捏，偏要夺走我跟前的丫鬟，那可是自幼伴在我左右的丫鬟。我快餓死机，割手放血救命的丫鬟，比我生母还親的丫鬟，人能殺能辱，可人的乾娘不能殺不能辱。那天深夜，我點燃10把火，從宣政殿到欒衣宮，最後到我臥房，大半皇宮折騰了一整宿。不想讓我痛快，那大家誰都別消停。遺憾吶，壞人命硬。那場火僅燒沒了你的頭髮，而我雖說護住了丫鬟，可也被趕出京城，10年不准回來。對面的姜子昂似乎也回憶起了那天畫面，他嘴角掛着抹陰森的笑。江晚堂，現在可不比從前了，你最好期望皇上還能多撐幾天，不然本王保準讓你难看。盯着這張洋洋得意的臉，我長嘆一聲。有些人呢，老是這般自命不凡。你憑什麼斷定自己肯定能當上皇帝？似乎沒猜到我會提這種疑惑，姜子昂呆住了。那不然？他像盯蠢貨一樣看我。全宮就剩我一個男丁，不然還能交給誰？我眯縫起眼，繞開姜子昂與江凌月，望向不遠處急急跑來的李太監。誰跟講的？龍椅絕對會留給兒子呢？咚！沉悶的鐘聲傳遍整個京城，大夥兒全都衝着皇宮那邊看去。咚咚，伴隨3下鐘聲，對面的姜子昂眼底滿是狂喜。我的好妹妹。你的末日來了！李太監端着遺詔，急忙跑到我們跟前。皇上駕崩了！他的嗓音十分傷心，沒等我做反應，姜子昂雙腿一屈，狠狠撲跪在地。父皇呀，
你咋能丟下兒子？江凌月緊跟在後，俩人哭得悲痛欲絕。趁他們嚎得正起勁時，李太监打開了手里遗诏。皇上留旨，大公主婉湯仁义聰领，品德天成，哭声立刻停住。江子昂难以置信地盯着那卷遗诏，四周顿时鸦雀无声。在大伙的目光下，我拿过遗诏。原本万里无云的马球场，不曉得咋的，猛然陰雲密布，遠處猛地劈下驚雷。我高高在上，俯瞰那幫以江子昂帶頭的權貴，沒工夫哀悼老爹了。歸於我的江山終於到了。李太監，你瞎扯什麼？江婉湯是女的，父皇哪有可能會讓她接班？江凌月震驚地望向江子昂。父皇昨天還叮囑皇兄將來要愛護百姓，這不現實。趴在底下的江子昂面龐也是滿臉驚愕，他方才裝得太賣力，眼淚鼻涕塗滿全臉，此刻臉色一改，看着十分可笑。我晃了晃遺诏，俯身直視江子昂的雙眼。皇兄，意外嗎？他癱坐在泥地，拼命搖頭。一介女流，全天下怎會贊同？那群權貴親屬如同配合他一般，挨個發話。公儀不是玩兒，還望公主別瞎折騰。本朝沒女人做皇帝先例，咱們張家不認這聖旨，我也不服。看大家脾氣挺硬，李太監頗為發愁地看向我。殿下，皇上咽氣前交代，如有人抗旨，就讓老奴念他寫好的遺書，要不要老奴讀給他們？什麼遺書？皇上講，公主是皇上親自挑的，絕對能坐穩江山。我擺手攔住他，我拔出腰上的皮鞭，抽得啪啪直響。給你們3個數，如誰還抗旨，那就問問我的皮鞭答不答應。李太監領來的護衛整齊排在我的背後，他們拔出寶劍對準那夥權貴，他們得弄明白，我如今是皇上，我說誰活，那幫權貴閉嘴了，他們哆哆嗦嗦趴在地上，大喊吾皇萬歲，萬萬歲。江子昂懵了，他哆嗦地指着那批權貴，你們這幫軟蛋，咋能當場叛變？只是他也不算孤單，我那個好妹妹依舊是力挺他的。皇兄，咱們回宮，母後跟舅舅定會替咱們出頭。江子昂雙眼一亮，我眼睛也一亮，險些把這事忘了。宮中還有個能呼風喚雨的柳皇後呢。我掃向江凌月，你盯我幹什麼？呼風喚雨不要緊，把他的手剁掉不就行了？我舉起手，下達了我登基後頭1號旨意，全部拿下。背後的護衛立馬一撲而上，這些可是老爹專門訓練的死士，不分好歹，不管理由，只聽皇權。馬球場立馬亂作一團。我跨身騎馬時，也沒忘把早就醒了，卻還在裝暈的陸恆丟給護衛們。今兒是我登基大日，我心歡喜，請大夥去皇宮常駐。李太監早就完全傻眼，聽見我喊他，嚇得直哆嗦。老奴在。去轉告他們的家屬，如果回宮安穩，那大夥還有重逢之日。如果誰敢瞞着我暗地玩花樣，後果自負。是。聽着這一地慘叫哀嚎，我長吸一口氣。回城的道上非常順暢，只是那李太監老是想說又忍，等到進了宮門，他才小心發話。皇上，按照規矩，老皇上歸天得穿孝衣守7天。他滿臉糾結地瞅着我身上的龍袍。照常理講，等接班的人定下來後，內務府才敢做龍袍。新軍的龍袍起碼要5天才能趕出。李太監，你不認為這個顏色很配我嗎？碰見我的目光，李太監重新低下頭，這回他沒有再吱聲。我笑着拉了拉衣服，亮黃色，真刺眼。從今天起，我得挑起這天下大任。跟宮外的安靜不同，宮裡亂成了一鍋粥。柳燕的兵把老爹的臥房死死圍住。自打得知老爹傳位給我，柳燕就已經徹底失去理智。他這才懂了，那老頭始終防備他。柳家產靚女，柳燕更是絕代佳人。她16歲入宮，當年後宮人沒幾個，全是權貴塞進來的女子。在老爹看來，她們全是同一模樣，枯燥乏味。柳燕就如一盆大火，引燃了我老爹的心。一個被死裡跟權貴管着的皇上，撞上一個張揚跋扈、容貌絕頂的女人，10年獨寵。當年我生母還在，不過她根本不顧。我生母完全不愛老爹，也不搭理後宮，她就想生男娃，接班當皇，保住娘家權勢。也許人越是惦記什麼，就越是留不住啥。我生母5年懷3回，全被柳燕搞到滑胎。這3胎讓她的身板和心神受創非常大。沒過久，生母便耗盡心血，柳燕接替了她的位子，當上皇後。柳燕依然很得寵，但她也沒再懷胎。柳燕始終認為是自己身子的毛病，可我明白，受寵也罷，掉胎也好，全是天子手段。3天前，我老爹叫我入內宮，
我才驚覺我低估了這個靠權貴捧上位的木偶皇帝，他的慾望和心狠比誰都瞞得深。宣政殿門關得死，屋裡一直傳出罵聲跟砸物件的動靜，那幫高官偏逼我把老爹的屍身弄出來。殿下，您说说皇后呀，皇上的尸身是國家脸面，哪能冒犯？皇后娘娘這事兒幹得太過火了。對呀，公主殿下，趕緊去出主意呀！我抓了抓頭，我叫人拽來江凌月和姜子昂，盯着這幫鎮長，讓打算要屍體的尚書傻眼。殿下，您喊他們來幹什麼？我拔出皮鞭，甩在姜子昂旁邊的地板上。哼！姜子昂驚得一哆嗦。再喊我公主，下一鞭可就抽大人你身上了。我一口氣連抽了10幾下，全落在姜子昂脚邊。姜子昂的慘叫一嗓響過一嗓，可宣政殿的大門就是沒開。皇上，再這麼搞下去，襄王的膽兒都得嚇破了。哼，逼我要屍身的是他，求饒的也是他，看我挺心煩。尚書官趕緊跪倒在地。皇上，不然咱換一種辦法。他的嗓音才落，背後的高官們也統統跪在了地上。臣同意。見狀，我只好長嘆一口氣。我擺了擺手，護衛馬上拽着江凌月往前。啪！音響甩在江凌月身邊。啊！江凌月驚得大叫。下秒鐘，宣政殿的房門開了。停手！滿頭凌亂的柳燕衝了出來。死丫頭，你敢碰老娘的閨女？誰給你的膽子？柳燕霸道囂張，壓根沒有半點發虛。她雖40出頭，但那張臉除了長了一丁點細紋外，別的還跟年輕時水靈。絕對是傾國傾城啊！早前我就念叨我親娘要是她該多好，她敢拼，我會算，咱這娘倆絕對能辦大事。遺憾呢，我猛地捏住江凌月的胳膊，那張寫滿驚嚇的臉抬起。親娘，快救我！快救我！江凌月驚得直發抖。人全是有弱點的，這個嬌生慣養的閨女就是皇後娘娘最痛的死穴。鬆開她！皇後娘娘，是您在求我。求人，那就得擺出求人的樣子。你如果不放凌月，老娘就把你老爹的屍身燒成黑炭！我笑出聲，誰管他？我揚了揚手，請便。皇上，不行，不行呀！這幫高官又找事了，我盯死他們。那你們講怎麼才行？這一幫廢物的玩意！我揮動皮鞭抽了下去。江凌月的慘叫重又響起，柳燕這回完全慌了。姜萬堂，老娘大哥侄兒卻在這裡邊馆看守，你打壞凌月，他們絕不饒恕你！我一句沒講，再次高舉皮鞭。夠了！要老娘幹點什麼才能放凌月？這就對了，我笑着捲好皮鞭。我記得你讓我睡過豬窩，學過狗叫，你這會兒只需跪下衝我磕3個響頭，當眾服軟，我就考慮饒過他。我專門喊來言官跟畫師，畫下今天所碰上的全過程。前朝太后拜當今皇上，娘拜娃。柳燕憋紅眼圈，氣急敗壞瞪着我。她那梳好的頭髮弄亂了幾分，腦門也沾滿了灰泥。我撒開抖個不停的江凌月，摸出手巾擦了擦手。親娘講啥子放不放過？我僅僅是跟妹妹鬧着玩兒。柳燕慌慌張張地摟緊江凌月，她仔細端詳查看江凌月有無掛彩，難受得猛掉淚花。親娘，我不願計較您對老爹的那些破事，但到底要給天下百姓一個交代。柳燕防備地看向我。姜萬堂，你這個混混，當年老娘就應該早掐死你！我嘆了口氣。對呀，做人最忌諱新詞。柳氏缺德，廢掉皇後，關押後宮。領頭的尚書官發慌地盯着我，在我的死盯下，他慌慌張張地跪在地上。皇上英明，皇上開恩。第二天大早，我癱在龍椅上，閉眼歇息。那老頭給我甩了一大堆破包袱。昨晚奏本批了大半夜，底下的官員們為女人可不可稱王，跟我罷免柳氏位子，索起炒作了一團。他們一共切成了3股派系，一波是拿尚書帶頭，老爹培養的親信；一波是官職不高，偏給權貴當狗腿子的高官；最後一波便是那會兒被我扣住親屬，被逼為之觀望的權貴。
請公主讓位，從皇親另選賢能。從皇親中另選賢能。本就沒睡飽的我，叫他們吵得越發頭大。我抬起手，點着逼我讓位的官員，抓起，扔進天牢，等着審判。皇上，拖走吧。护卫们身手非常利索，架着他出了大殿。屋裡頭大伙還沒緩過勁，就聽到大門合上的動靜。滿屋百官沒一個再敢吭聲。安靜下來後，我的頭痛緩了許多。我敲了敲指頭，眼明從早朝就沒吱過聲的陸文淵。關於女人可不可當皇帝這事，陸相咋看？臣不敢瞎說。我樂出聲，都這時候了，這老狐狸還想裝死保平安？陸相開玩笑了，陸少爺跟本皇有婚約，陸相將來就是國丈，有啥陸相不方便提？全場百官的眼神立刻盯緊陸文淵，而陸文淵死死望着我。陸文淵這輩香火不旺，全得指望學生和乾兒子撐起門面。陸家雖是權貴老大，可這後代子孫遠不及柳家。他明白，要是姜子昂接班，柳家立刻就能把這權貴老大的位置搶走。他僅有的大兒子還在我手，如果他不點頭讓我稱王，你兒子的命就不保。哪怕逼我讓座換旁人去登基，他同樣撈不着好處。這買賣不難算。老臣效命先帝20年，自然聽先帝遺詔。陸文淵撲跪在地上，嗓音掷地有聲。他講的這句話，把整個宗族全壓在了我身上。方才還吵得唾沫橫飛的官員們互相瞪眼，維持旁觀的權貴們也坐不住了，有的急忙學着陸文淵一塊站隊。只是那些跟柳家親近，乃至跟柳家結親的高官，表情可就沒那麼好看了。退朝後，我將陸文淵留了下來，娃娃在宮中扣着，他肯定想看一看。熬過一宿的禁閉，陸航頹廢了許多，臉上那條邊印早就結疤，瞧着非常顯眼。航兒，陸文淵的語調帶着一點不敢信，他難以接受，才1天沒見，陸航竟被搞成這副模樣。聽見老爹的喊聲，陸航膽戰心驚地抬起臉。爹，你咋在宮裡？他也把你關進來了。我兒哪怕犯錯，也不該遭這般毒打。皇上，他可是你魏國門相公。我老爹提過，這人心思極深，情緒不掛在臉上。管事20年，他都沒碰見他失控。陸相，我是天子，哪兒來的俏相公？皇上在大殿之上是在耍老臣。不這麼講，咋能把他這隻老狐狸圈進宮？陸文淵這才發覺到不太對，但已經來不及，護衛將他押進到了別的屋子裡。不講信用，坑騙臣子，你這頭必會遭天下人痛罵。我扭過頭，在他的怒罵中走人。我不是老爹，愛名聲，要臉面。陸相也以進宮暫住的由頭扣在了宮裡。陸家人雖明白有貓膩，可他們不敢瞎出風頭。那些跟陸相一夥的高官們更加一頭霧水了。官場上一陣風平浪靜，誰都沒膽再吭聲。柳家的那幫人徹底沒想動，不早朝，不過問後宮，也不造反。柳紅跟劉朗手頭捏着足足7萬兵。7萬兵啊，夠推翻一個朝代了。我比誰都明白，皇城裡的內鬥全是小打小鬧，這幫子肩不能挑的權貴們掀不起什麼風浪。真正能給這江山拿主意的是這7萬守城兵。我沒工夫跟他們磨，既然他們不反，那我就推推他們。皇上，襄王死透了。聽見這信兒時，我把備妥的物件遞給了李太監，跟襄王的死訊一塊送給柳將軍。姜子昂的死信，柳燕磕頭認罪的話，加這卷馬上抄家的聖旨，我就不信你柳家不反。這段日子，李太監早就摸清了我的脾氣，他沒多嘴，也沒疑惑，僅說了聲遵命。李太監走後，我撫摸着玉璽上的印字，受天之命，長壽永昌。皇位重擔，保天下太平，護百姓安康。沒有任何皇上甘願挑起一場戰火，可我若不拿刀，就是板子上的魚肉。邊關造反了，跟我猜的一模一樣。3重刺激硬砸下，到底憋不住了。他借清理亂黨的名頭出兵反叛。諸位，且聽我一言，不出3月，定能打下京城。柳家軍叛亂，這可如何是好？太囂張了，簡直是信口開河。一介女流，坐上龍椅，這真是破天荒。既然這樣，我就理當小心做人。可我偏不但不聽，還在端促10幾天裡搞死襄王，拉下皇後，關押丞相，還當庭抓了大臣。我這套狠辣做派，肯定有人不服。皇城外面閒言碎語亂飛，皇城裡也不清靜。百官為了這破事吵了好幾天，
老爹培養的親信埋怨我做事太急，權貴們趁亂護好自家油水，別的官員牆頭吃瓜，煽風點火。我老爹當政時維持了10幾年天下太平，錢庫雖不豐厚，但一場仗還是能扛住的。只不過大軍離京城太遠，京城周邊頂多能湊齊3萬人迎敵，3萬拼7萬，哪怕不提兵數上的懸殊，這些兵的能耐也壓根比不過常年打仗的。滿朝官員沒一個敢去領兵平亂，哪怕是我老爹那批親信，也都變成縮頭王八。這是一場難啃的仗，对比出頭送命，他們更盼着瞧我全盤輸光。不要緊，没人帶兵，那我就自己打。大軍出動，臨走前，我專門燒上了柳家的那3個家眷。這陣子柳燕3個被鎖着，壓根不曉得外頭發生了啥事。聽說柳家造反，柳燕瘋狂大笑。你的报應終於來了！等我哥活捉你，老娘絕對要親手宰了你！我跨在馬背，高高在上的俯視他。柳紅跟柳燕是同個娘胎，他是極寵這個老妹的。要是柳燕倒了霉，他保準得氣瘋。人在抓狂時，難免幹出什麼不長腦的蠢事。當場砍了。柳燕如同雷劈。不，你不敢！老娘可是朝太后，誰敢碰我？沒人搭理他，狂叫。柳燕歸西。柳紅乾瞪眼，看自家妹子慘死在兩軍前，這手段的確管用。柳紅丟失了全部理智，他也不管什麼打法不打法，只會全部兵馬硬衝，非要把我活捉。7萬大軍黑壓壓的，肯定不是我們這幫烏合之眾能拼的。我們一路打，一路撤，直到撤進險峰峽谷，被趕上山頭。這地帶易守難攻，整條峽谷只剩前後2條出路。可再難打的地形，在絕對的人海碾壓下都不值一提。柳紅也懂得這個常識。假如我手頭再多2萬人，他都不敢在這破地交火。太陽落山，天色發黑，葉蓮滿臉冒火。皇上，咱們已經沒地可退，如真到那一步，臣會拼死命砍出一條血路，護送您走。她是我親自提拔上來的女將，都這死人關頭了，也唯有她還惦記着保我。我是天子，能死不能退。他張了張嘴，到底啥話也沒講，老實守在我背後。我領出來的主將也有一半投了柳家兵，山下是擠擠巴巴的叛賊大營，山上是馬上吃光的存糧。誰來看這局，都是個死。但唯有我清楚，這場廝殺才剛剛開場。半夜11點，本該安靜睡覺，地上卻突然開始亂晃悠。山溝外揚起大灰，旗子連成了一片，根本望不到頭。走路聲、馬跑聲、鐵甲磕碰聲全混在一塊，就像天打雷。皇上，葉蓮兩眼發直地瞅着這場面。活人不往死地扎，我也絕不打沒底氣的仗。從頭到尾，我就沒打算靠這3萬人營排。我的地盤雖說冷又窮，可佔地人多。趕走10年，我可一點沒閒着。借着地形10萬兵，足夠把柳紅打放。我坐在山頂上面，遠瞅底下火光，熬了8個鐘頭，底下的打殺聲總算小點。一個滿身是血的女人領着一幫人爬上山。叛賊柳紅已被生擒。我笑着盯着比我親媽還要親的女人，我站直身，從這一秒起，江山徹底由我江晚堂當家。碰到這場大勝，我非常開心。可我一痛快，注定就得有一幫人不痛快，叛變的軟骨頭，盼我輸光的權貴。但是最不痛快的，還得是皇宮裡被新捧上位的皇上。臨出門前，李太監突然發病，沒能跟着我一塊出兵。尚書跟老爹那幾個親信也都縮在京城裡。我明白，他們倒不是怕死，而是他們一走，就沒人能保住我老爹唯一的獨苗了。那個剛生下來就被送走的男娃，老爹不准權貴血統的皇子長大，權貴也不許沒權貴血統的皇子長大。兩邊較着勁，老爹只得偷偷把他送出宮。其實我早就懂了，老爹就沒想過讓我當皇帝。憑他的心思，咋可能會把龍椅傳給我這個親閨女？他下好大棋，把我推出來跟天下權貴鬥狠，等我把權貴收拾得差不離時，再由江曜出面平息亂局。兩狗搶食，外人沾光，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盤。遺憾他沒猜中，我動手會這麼快，這麼黑。陸劉兩家並沒像他盼的那樣跟我死磕好幾年，我挑了最極端的路子，把自己逼進絕境裡。碰到這種局面，宮裡那幫人急眼了。要是柳家打贏，那江曜的底細就算全曝光了，也沒半點用。只有這江山還姓江，江曜才能做皇上。所以在我跟柳家死拼時，他們在皇宮裡造反。但真是很遺憾，贏家通吃，
我贏了，依法砍了領頭的，小弟寬大處理。重新坐上龍椅時，下面空了一大半，滿朝文武再也沒有一個人敢拿我是女子說事。有人走了，就該有人補上。哼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清算，而是開恩科。廣納天下賢士，不分門第，不論男女，設立女子科考和武科，讓那些被世代埋沒的女子也有機會站到朝堂上來。那些被我提拔上來的女官，起初戰戰兢兢，後來一個比一個敢言。他們說，從不知朝廷還能有這樣的風氣，唯才是舉，不問出身。我聽了，心裡欣慰。接着，我又下旨嚴懲貪官，輕徭薄賦，在各州縣設立惠民藥局和義學，百姓們從最初的畏懼，漸漸變成了信賴，街市重新熱鬧起來，邊疆也恢復了安寧。有人說，我一路走來太過狠辣，可他們不知道。我放過的人，遠比處置的人多。我處置的是那些仗勢欺人、魚肉百姓的蛀虫。我保護的是千千萬萬無辜的黎民。我登基這一年，天下糧倉充盈，路不適宜，曾經瞧不起女子的士族，也默默把女兒送進了學堂。有人問我，為何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坐上這個位子？我回這天下，不該由血統和性別來決定誰有資格治理。能者居之，德者配位。朕是女子，但朕能讓百姓吃飽飯，有公道，有盼頭。這就是朕的答案。朕走過的路，不是屍橫遍野，而是披荊斬棘，每一道傷痕都化成了保護百姓的鎧甲。如今四海升平，萬民歸心。朕要這世間，不論男女，皆可為棟梁。